火脚准备。开放！李德生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他说再给2天就能反击537.7了。 8号的日志看了吗？537.7北山的2号坑道遭到了炮击，133团30多官兵全部牺牲。我给你们读一下：死者死状极惨。 无一处明显创伤，然而凡暴露衣外的皮肤，均溃烂流水，头发如野火燎过般的焦黄，个个怒目圆睁，不明而亡。李伪军大量的使用 化学炮弹，类似这样的情况不止一处啊！我跟李德生通完电话，他保证11号反击。很多战士在坑道里面已经17天了，对他们来讲，度日如年呀。还能提前吗？李德生说，这已经是最快的时间了。 哎，命令让我听你的，你就说吧。你想怎么办？37年在临泽，我们被马家军包围。当时城里面剩下的，是一个编制不全的警卫连，一个直属队，还有一个妇女团。那就是兵工厂和医院的人啊。城外是数万马家军。当时。 供给部的部长郑义斋，他是总指挥，他就跟我说：“说秦继伟，后勤我在行，打仗你在行。临泽保卫战，你全权负责总指挥。”当时我正在后勤当会计呢，离开部队很长时间了，这不是赶鸭子上架吗？ 但是没有选择，说上就得上。我带着部队守了3天，那是在一个雪夜突围成功，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呀。李副军长，打起仗来，有的时候情势所迫，该上就得上了，不一定要做好所有的准备才能打。 秦军长，我知道你心急，我也知道你心疼还在537坚守的同志们。坑道里面战士们的处境，是我们站在这儿所想象不到的。没吃没喝，伤员和烈士都躺在一块儿，大小便和血水混在一起，每一分钟都是煎熬啊！
李副军长，咱们都是打了几十年仗的人了，哎，我是最讨厌我在前面指挥，后面有人指手画脚的。虽然我是总指挥，你是前指，但我绝对不干涉你的指挥权，啊。但是我还是要说，11号的反击，如果能提前1分钟，坑道里的战士们就少受1分钟的苦。秦军长，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你说37年，据我所知，当时你们的部队都撤了，按道理，你们也该撤。可是你们非但没撤，还多坚持了1天，就是因为这1天，等来了那个血液，才有机会成功突围。我们都是出生入死10几年的人了，什么时候该动，什么时候该撤，我们心里都很清楚。这个事情要是搞错了，会死很多人的。给我接李长林。你们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不要和我说困难，一句话，务必在11号进行反击。另外，如果有条件，你自己临机决断，可以提前发起反击。对，可以提前发起反击。下雪了，美军飞机来不了了，可以向李副军长申请提前发起反攻。李长林刚才来电话，说他打算提前2个小时进行反击。你给秦军长打电话，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让他放心。军长，李德生提前2小时对537.7发起总攻。형, 중공군의 공격이 앞당겨진다는 정보가 있어. 걱정하지 마. 우리가 고지 위에 있는 거 잊었어? 그리고 미군한테 받은 포탄들이 남아 돌아. 우리가 화력에서 딸릴 일은 없지. 언제든지 오라고 해.
所有卡秋莎准备发射！93团9连刚刚来电话，下午4时，他们歼灭了伪31团1个连，597.9高地11号阵地，已经夺回来了。92团1营1连攻下了北侧山棱4、5、6号阵地，伪军请求了联合国军的增援，命令他们必须守住阵地，保证7连的侧翼安全。是。7连已经攻占北棱的1号和2号阵地，不过他们连所有的干部全部牺牲。告诉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必须给我杀穿北侧山棱，不然整个反击都会失败。请转1号坑道。1号坑道段显峰，请讲。7连只剩下19人。收到。还有什么情况？没有了。我们去支援7连。走。不行，50米太近了。7连在537.7北山的战斗中打的只剩下19个人了，敌人还在不断的增援，我们只能从侧翼迂回去增援他们。这回我们必须在30分钟之内杀上阵地，这需要利用极度精准的炮火压制住敌人的火力，才能完成任务。可我们之前步炮协同那么多次，从来就没有这么近过啊！我计算过了。这回的安全距离必须压在50米之内，这样才能确保在敌人反击之前，你们就能接敌，不给他们任何反应的时间。不这么做，就完成不了任务。完成不了任务，我们的兄弟部队就要继续战斗，那会有更大的伤亡。那你让我去？你会解算弹道吗？没时间了，听我的。我是段显峰。你们怎么样？负责杀穿537.7北侧山棱的7连，只剩下19人了。我现在作为预备队在下面，但是他们打得很惨烈。我随时会顶上去。到那时，
如果我需要缩小炮弹的安全距离，你一定不要犹豫，就按我给你的步炮协同手册上的方法打。段先锋，你不要命了？首长说了，今天天气不好，看不清目标区域，200米的安全距离都不够，你们会很危险的。不这么做，我们会完不成使命。我必须在30分钟内完成任务。你能支撑的最小距离是多少？70米。50米。什么？对，就50米。经过测试，50米才是步炮协同的最佳距离。还有一件事，想请你帮我，给菊亭县观察所的杜文锦打电话，把我们的约定告诉他。70米的安全距离，其实是50米。我知道了，保重，加油！目前看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段显峰的话应该可以。请师长下令，把安全距离调到70米，进行第2次步炮协同作战。好。接菊亭县观察所。菊亭县观察所，请讲。这件事情，他只让我告诉你一个人。70米的安全距离，其实是50米。祁连刚刚占领了山棱上的3号阵地，必须一鼓作气，全部拿下。他们只剩19个人了。雪天会严重影响观察所的观测，我要给木兰一个明确的目标。8连攻下了9号阵地，让他们赶快过来支援祁连。彭举呼叫木兰。彭举呼叫木兰，木兰收到，请回答。你怎么了？告诉炮兵，让炮火跟着我的红旗上。全体准备，8连先别动，我先上。你们和我保持50米，千万不要缩小距离。否则会被炮火误伤。要想降低伤亡，争取最大战果，
必须要将安全距离继续压缩，但这需要炮兵观察员冒着牺牲的风险冲在最前面，引导炮火，引导弹着点，为冲锋部队打开安全通道。你能支撑的最小距离是多少？70米。50米。50米？对，就50米。你知道吗？50米是必死的距离。不这么做，我们会完不成使命。段先锋，坚持30分钟，一切就结束了。坚持30分钟，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怕疼，剩下的看你了。放心吧，我的炮很准的。53区1号春雨，方向不变，标尺减2。1号，方向不变，标尺减2。1号区域，方向不变，标尺减2。1号不变。放！20米。30米。40。冲啊！让炮火跟着我的红旗上！你会死的！为了新中国，向我开炮！放！
在判明联合国军的反扑企图后，志愿军司令部于5月24日致电各兵团并各军，通报敌军反扑企图，指示各军必须克服困难，有计划地布置掩护，选择有利地形，伏击反击，求得消灭敌人一部。否则，我不仅不能安全转运伤员，主力难以得到休整，反而可能遭受不必要的损失。军长，我想不通，离开太行以后，解放战争打郑州我们打得多好，西南剿匪我们打得多好，凭什么不是主力部队啊？啊！现在赶上抗美援朝，我们挤破脑袋赶上5次战役，本想着捞块大肥肉吧，结果肥肉没捞着，反而大踏步后退了。 黄鲁，有，给同一兵传令，向致四河兵团发电，15军请求返回质朴里，阻击敌人，掩护其他兄弟部队转移。是。同志，叫通讯兵。 Where have all these mice gone? 跟上，快点！有敌机，上海！迎兵！迎兵！有敌机！转过来！让战士都别动，我这边飞机掩开。是。副连长啊，那个带鲨鱼头湾的应该是长进，我们想办法把他打下来。走。站起来！快！ Turn around now. Copy that. Returning to the base. 开枪！打！打呀！够不着了，没用了。王战参谋，这不是你的作战室啊，这是战场。
你得多戴只眼睛。没事吧？哎，没事。车还能修好吗？放手吧！同志，帮我拿一下。来，都来搭把手，咱们把车推下去，把路清出来。快，把来这个，过来帮忙，搭把手，快，过来帮忙。来，1、2、3，1、2、3。 够了啊！1、2、8连集合！啊！感谢军长。哦，南京军事学院讲诺曼底登陆的段显峰，怎么样？这手拿笔杆子和拿枪杆子不一样吧？不一样。报告，说，军事卡车被炸毁3辆，物资人怎么样？共13人重伤，27人轻伤，没有人牺牲。 抓紧时间抢救伤员。是。哎，你把参谋都叫过来。是。大家说说接下来的计划。军长，这个方向撤退最快。什么？撤退？撤什么撤呀？我们是军队，不是流寇，老想着撤退能打胜仗吗？ 美军从我志愿军第3、第19兵团结合处闯入一个口子之后，长驱直入，短短3天里推进了160多里，导致中部战线陷入巨大的混乱，对东线兵团也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军长，我提议，我军立即停止后撤，以急行军的速度赶到芝普里，展开大规模的阻击战。如果我们15军撤了出去，那东线兵团会陷入巨大的被动。显峰这个计划不错，还能救出其他部队。 志愿军的部队有拧成一股绳，但如果变成打阻击，必须跟上级请示，请示还需要时间的吧？没有时间了，现在我们耽误的每1秒钟都是战场上同志们的鲜血。给秦基伟发电，让15军立即赶赴芝普里打阻击，务必挡住美军7天。是。 军长，这次来电，彭总指示要尽快在芝普里地区的朴达峰等地阻击美军，命令我们坚守至少7天。好，都想到一块儿去了啊！给之字回电，不惜一切代价，不怕任何牺牲。15军就是打到最后1兵1卒，保证坚守10天。是。命令，目标芝普里地区。 1线阵地朴达峰、小义峰，让45师134团
在朴达峰打阻击，29师86团在角义峰打阻击。传令，急行军。是。目标直扑你，急行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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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直扑你。动得快点！目标朴达峰，全速前进。我们点亮那个加把，不用再跑了。胡开生，哟，你小子刚才跟这嘀咕什么呢？哦，有仗打了，高兴。你得打好。来，遇着敌人的飞机啊，不要慌，挺直腰杆子打，你打他就慌。想办法吸引敌机俯冲飞行，多重火力网打。要实在打不动，也把它撵到高空去，不能让它老低空飞行，那不成老鹰抓兔子了吗？咱们打老蒋的时候，拿着步枪是打下过飞机的。是，我现在给你配了高射机枪。是，军长。我还没说完呢，你是什么呀？听明白了。重复一遍。等飞机低空飞行时再射击，实在打不动，撵到高空去。好。全体都有，向右看齐，向前看，立正。刚进朝鲜的时候，就有人说，看着别的部队吃肉啃骨头，咱们连汤都喝不上。要是把他们放在云山，放在长津湖，放在雪马里，我们照样打得漂亮。就像做菜一样，做菜必须要放油，为什么？因为放了油，菜才香，明白吗？明白。报告军长，8连指导员胡满仓带8连前来报道。你继续啊。报告首长，我说完了。哎呀，这是又是以吃喝论战呐。他们听得懂。非常好。思想工作做得好，是能打胜仗的关键。咱们战士文化程度参差不齐，你一定要把思想工作落实到每一个战士的心里。请首长放心，老8连说到做到。出发吧。好。全体都有，向左蹲，目标朴达峰，跑步走。这打头第一个扛机枪的战士，我怎么没见过呀？西班长柴云振机枪打得特别准。你们这老8连就是硬菜多。谢谢首长，那我先走了。好，好。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我们跟敌人在朴达峰谁都没有占到便宜。我们虽然占领了高地，但是美军把附近的公路全都占领了。美军的增援部队随时都可以进来。李战报说，敌人迅速增兵，总兵力已经转败了6倍，他们的重火力有大红军火炮、坦克，还有飞机。军长，我有个想法。说。您看这张图，朴达峰像不像当年的任乔基？无论是地形、兵力、火力，简直是一模一样。在南京军事学院的时候，我们专门拿任乔基阻击战进行过战力分析。当时他们也有飞机、坦克，有大量的大口径火炮，而我们采用的战术是组织党员突击队进行反冲击，和敌军进行近距离的厮杀，从而导致敌军的炮火失去了作用。
段参谋说的对，人桥级战斗，我们灵活地运用了战术，充分地发挥了我们的优势，以己之长攻敌之短。老八连现在损失很大，他们很需要一支能灵活运用战术，而且很擅长近战肉搏的增援队伍。目前符合条件的，又在身边的，只有134团的3连。3连。王鲁有，叫冯满生过来。是。让3连长冯满生到指挥所来一趟。军长，我反复推演过任桥级阻击战，朴达峰和任桥级这么像，我想去前线。段参谋，在军事学院搞战术推演和在阵地上真枪实弹的打可不一样。我当然知道，所以我才要去前线参加战斗，请首长批示。段参谋，服从命令。报告，有交指战，3连冯满生前来报道。你过来，冯满生。哎，增援朴达峰交给你们3连，巩固阻击阵地。没问题，军长。打阻击，我认账。我们有19公里的防御纵深，有必要硬抗朴达峰吗？军长的意思是，以美军战术的惯例，他们是不留死角的。美军前进的方向，就算只有我们一个战士占领了一个无关紧要的地方，对于他们来说都是潜在的威胁。所有的美军会停下来，把威胁解除了，他们才会继续前进。军长的这种重重阻击的战术，可以短时间内阻止敌军的进攻，从而给友邻部队迎来宝贵的时间。军长小心！哎呦，我是要让你喝口水。军长，我不渴。你听着，哎，6个小时之内，不惜一切代价，不能让敌人向北前进1步。保证完成任务。军长，那我呢？冯满生有，你把他带上，他给你做副手。哎，谢谢军长。军长，我打阻击，你给我个参谋干嘛？执行命令。不是好事净想着你啊！冯连长，我们又要合作了。哎，动作快点儿，把弹药都给我带齐了啊！你有什么打算？什么打算？执行命令呗。不过这块骨头可不好啃，这周围的公路都被敌人给控制了，他们的援军正在不断的往朴达峰涌。就算我们能够按时到达朴达峰，就靠我们一个3连。哎呀，兵分2路，一路增援朴达峰的8连，另一路在215高地设置阻击阵地，切断每25师的增援之路。哎，我说段参谋，你就纸上谈兵行？你知道这是多少人？整整1个美军师，你要在这放多少人才能顶得住？你给我一个排，我会把他们死死盯在这里。一个排？你看看215高地，虽然不高，但是很陡峭，机械化部队无法完全展开，他们只能一路纵队缓慢通过。别看他们现在是1个师，但真正能投入战斗的还不到1个连。哎，这样，我再给你加1个排，在3两旗也给我画一条封锁线，怎么样？4个小时，你要能给我守住，回来我请你喝酒，保证完成任务。
好，我知道了。军长，段显峰的这个重重阻击的战术，沿着公路向前推进的美25师全部停下来了。他这是釜底抽薪啊！先用半个连拖住敌人，从而支援朴达峰。这3连了不起，完成了2个重要的任务。现在几点了？1点。朴达峰现在压力还是很大的，再不增援会有危险。给段显峰下命令，让他立刻增援朴达峰。那215高地现在该怎么办？丢了，朴达峰的侧翼就没了。给他留一个排，去守327，其他人去朴达峰完成增援任务。是。怎么样？有消息了吗？报告副队长，8连还在硬扛，但是压力非常大。问段显峰，支援部队出发没有？是。是45师吗？我是程敏乔。327的阻击怎么样了？为什么半小时没汇报？密切关注美25师的进度。军长，坚守在朴达峰的老8连一定是非常的艰难，要不要再派个连过去？朴达峰太关键了，不容有失。不用，老8连和3连都不会有问题，让段显峰再顶1个小时就撤。卫生人！连长，挺住！
before ceasefire conditions are met and both sides agree on the particulars of the neutral zone, our military operations will continue. 在朝鲜，作战双方停火，确定以3·8线为双方的军事分界线，必须及时撤出一切外国军队。这些都符合朝鲜人民、中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的期望。 You are completely politicizing this situation. That is beyond the scope of these negotiations. 你说的政治问题指的是什么？请明确说明。 This is a political matter, and we won't discuss it here. The Chinese and the Korean forces need to retreat 38 to 58 kilometers from the eastern front of the Imjin River and retreat 68 kilometers from the western front of the Imjin River. This will create roughly 12,000 square kilometers of land as a buffer. 1.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你们在战场得不到的东西，想在会场上得到，那是妄想。面相是人性格的外化，通过素描可以揣摩他们的内心世界，让李部长对谈判对手做出更准确的判断与决策。不用讲过程了，直接说你的结论。典型的盎萨人的谈判策略。 他们最擅长的就是在自己没有筹码的地方胡搅蛮缠地为自己争取筹码。你说的是他们关于海空优势的问题吗？不止，他们在任何环节都这么做，他们根本不在意自己筹码的合理性，甚至不在意结果。他这种策略是扰乱我们的策略，为了掩饰他们真正的意图。那你认为他们的意图是什么？拖时间。 毛主席来电说：“我们不提议休会，不主张破裂，但是呢，我们也不怕他们破裂。他想打，我们的拳头比他硬；他想做，论打坐，我们才是祖宗。”给代表们。 我警告某些人，不要认为要谈判了，就要和平了。美国人是不会轻易认输的，谈判是他们想组织更大进攻的一个花招。我们是军人，军人的职责就是在战场上打垮敌人。 打服他们，不然谈判也谈不出什么名堂来。回去告诉部队，立足于打，不要想的太多。主席经常教导我们，灵巧牛皮糖的战术，不要老想着打大仗。 Sir, all units are standing by. We can sever the terrain of Gyeongsan at any moment. Very well. Now that commander has arrived, my mission is accomplished. Thank you, Mr. Kim. I wish you a pleasant stay in Korea. Thank you. Commander, please. 哪怕是吃掉他一个连、一个排，甚至一个人，不断的消耗他们、歼灭他们。听清楚了吗？
君山，你听清楚了吗？你大点声。清楚。这个好，散会。秦介伟，你留一下。是。 The main battle is actually happening around Shangangling village. We've lost 2 hills named Triangle Hill and Sniper Ridge. I need to push the enemy harder to get these 2 hilltops back. There are my access to Pyongyang. 美国人最近建造了3道纵深7、80里的防线，26军需要休整和换防，至此决定派你们15军换防至武圣山、斗流峰、西方山一带。是，15军，保证完成任务。I warn you, without my permission, except for recon or counterstrike missions that pose a security threat, you're not authorized to launch any attacks at company level or above for any reason. I remember you only need to be notified of engagement of regimental level or above. You have proposed countless operations, from Chopsticks 1 to Chopsticks 16. And in those so-called battles, they're more like full-on wars. If I would have signed off on those operations, my God, you would have destroyed Asia. Now, because of this goddamn attack, that torn casualty summary sheet, everything has changed. Now, it's a company, not a regiment. General, take warning. This is not a goddamn reminder. Are we clear? Yes, Commander. «武圣山是朝鲜中部的重要门户，失去武圣山，我们将后退200公里，无险可守。我再强调一句，谁失去武圣山，谁要对朝鲜的历史负责任，明白吗？明白。第一点，材料很重要，必须收好。听见了吗？去，鼓掌。行。干活。谁抽烟了？想把军部给点了吗？这怎么就剩2面红旗了？其他的阵地都丢了。该插的插好。是。各位首长，请看，那里就是京化，那边是西方山。天气好的时候，都能看到城里南朝鲜军的旗子。我们现在站的地方就是武圣山，前面的2个高地，分别是597.9和537.7北山。我军的防区，东起中贤山，西至西方山斗流峰。防御正面27公里，纵深21公里。总共面积567平方公里。我们现在这个地方离前线阵地不到4公里了。我们和敌人近在咫尺，随时都可能互相发动攻击。所以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啊！我们15军的防线是我军整体防线的核心，而西方山和武圣山，则是我们15军防线的核心。西方山由44师负责防御，武圣山由45师的崔建功崔师长在。597.9高地易攻难守，537.7高地易守难攻。The one on the west is called West Mountain, which gates the entire Pinggang Valley. There is a small village called Shangangling in the valley, in the south side of Ozongsan. There is a hill on its left side and one on its right side. 连长，
这2个高地就像尖刀一样，直插美军防线的2肋。2座山头的重要性，美国人也是看得见的。所以美军在此地集结了他们的王牌美7师、美40师和南2师、南9师4个师。Well, would you please tell us your battle plan? We don't believe using Chinese tactics against the Chinese is going to be effective. 大伙儿说说，如果敌人进攻的话，会从哪个方向入手？那肯定是西方山。为什么？美军习惯用坦克和战车夹带步兵发动攻击，一旦占领西方山，地势平坦的平康谷地就很可能落入敌人手里。我觉得这样的战略目的太明显了。我们所有人都知道，美军的机械化非常厉害，那都会在利于机械化作战的地方囤积重兵。如果我们是美军，我们会明知道对方囤积重兵，严防死守，还要冒险硬冲吗？所以我认为，美军一定会出其不意，选择从武圣山入口寻求突破。战争就是要冒最大的风险，获取最大的胜利。我觉得美军有这个胆量，也有这个实力。Chinese are using outflanking and split and destroy tactics because of their lack of heavy weaponry and strong air and naval support. I believe for any soldier, for any other bomber and a spear at his disposal, his first choice must be the bomber. For the amount of ammunition we used, some started calling it the Van Fleet load, some call it crazy. My answer is no. It's not crazy enough, far from enough. 参谋长怎么看啊？入朝作战以来，美军的战术都会依托公路展开。很明显，他们肯定会选择有公路的西方山方向，而不会选择连坦克都上不去的武圣山。这无论是西方山，还是武圣山，丢1寸土地，对谈判，对整个战局的影响，都是非常巨大的。这飞机下不来，坦克也上不去，那咱们就跟他人顶人，个顶个。老子不怕他。但是范弗里特可不是等闲之辈啊，他的钢铁洪流曾经横扫欧洲。那是欧洲，可这儿是朝鲜，范弗里特已经60岁了，老将还不提当年勇。If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in. If the enemies are on the plain, I will turn it into a mountain. Wherever the communists hide, I will turn it into a communist grave. I can't imagine any scenario where the communists would stand a chance. 入朝以后，彭老总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谁失去武圣山，谁丢了武圣山，谁要对朝鲜的历史负责，谁就要对朝鲜的历史负责。段参谋，我有几个想法要跟军长汇报一下。军长在思考问题，他不想被打扰。那军长什么时候能出来啊？不知道，已经2、3天了。饭也不吃。我们军长经常这样，他一工作起来吧，就不渴也不饿的，没事的。行，那我先回去了，你辛苦。